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生，顶礼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大圆的欠行法。这个欠行法呢，讲这个殊密无常啊，就是现在讲殊密无常。不管是讲殊密无常，还是其他的这个修行引导法，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校正啊、公案呐，就是这个虚数的怎么说，就是比较详细。我个人认为呢，一般这个讲经说法呢，最好是有一些内容的话啊，就是要讲的内容多一点。现在有些世间人有这样的看法啊，比如说不管是写什么书也好，还有那个就佛教的一些开始呢，最好这个少一点，就使人容易接受。以前有些人跟我是讲过，就是最好不要翻译很厚的书，不然的话看就没有人看。也不要就写这个最后很厚的书，不然没有人看。讲的时候也是讲的那个少一点，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接受不了。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从这个佛教的博大精深啊，就浩如烟海的内容里面来讲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所接受的这些佛教的教义呢，就是这个一滴这个水的，就是这个大海里面的一滴水的这个千万分之一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还觉得是这个内容太多了，内容太这个广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不太好。因为我们如果世间的一些这个浅显的语言呢，或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些话，就是尽量的这个少说。尽量的少说，让在这方面呢，就最好不要这个花很多时间。而佛教呢，的确是，对我们的相续来讲，这个传习的时间呢，就是越长越好。只不过确实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啊，这个工作特别忙，这个时间也很紧迫，所以说我们平时这个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应该说是不太多的。像以前那个汉地的这个清凉国师啊，就是他们的每天都是讲那个8个小时。现在就是这个印度和美国有些大师啊，就是讲经的时候也基本上一天呢，就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有这样讲的。因为他们一方面是法无繁嘛，另一方面呢，绝对是这个佛法就是难得。以前我们藏地那个法王如意宝经常也讲，有一个叫做堪波达瑟尔，就是堪波达瑟尔，他呢，就是这个应用的这个校正例证也是相当的这个丰富啊。就一讲下来以后呢，就是很长时间都不下课，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就是早上一早一讲的话呢，就这个中午饭都不吃，就是很多弟子都是最后就受不了。但我们呢，并没有这样的，并没有这样，因为这些大德呢，就是确实肚子里面有很多的那些这个教理啊，就是讲得出来。像我们现代的这些人的话，那就是讲也就讲不出来。即使讲得出来的话呢，可能也有就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人这个听呢。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习气就是比较重，所以说呢，对这个佛法方面的话呢，就是我是这个原则上啊，最好是就是讲的这个丰富一点，而时间呢就是不要就是太短了。这种这个观点呢，也许可能使人呢，就是特别忙碌这个实践法的人面前呢，不一定就是很适合的，但是也没办法。就要随顺时间真的贪心很重的人面前，就是先是贪心；嗔心很重的面前嗔心，不是所谓的随顺时间，不是这样的。就应该这个随顺时间呢，因机施教。在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就是了解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光说和这个略说的话呢，大家就应该要学习，就是让这个接受。
啊，就是能接受。那么这次呢，也是我们讲那个无常啊，就是讲无常，就是紧接着讲，精进修行死亡还不够，因为人在这个命中是绝对有利的，只有正法，所以我们必须恒时不离真知正念，深刻的认识到轮回的一切所事无有恒常，无有实质。市场呢就是这个就建筑自己修持正法这里呢就已经讲了，就是我们仅仅知道了这个死亡无常啊，就这还是不够的，就一定要最根本的、最主要的要这个修这个对临死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有利的。就是临死亡就是不害怕的，而死了以后呢，来自生生世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光明呢，有着就是非常这个重大的这个意义，就是才是这个我们这个修行是有意义的修行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很多人呢，就光这个修死亡无常我会死亡还不行的。那会死亡的话，死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前途是那么这个漫长这个漫长当中呢，就是唯一的这个正法就是这个正法呢，就是可以伴随着我们就的确是在这个在世界当中的话，唯一的这个正法呢，就是跟着我们的，其他的所有的子女、财富、名声、地位以及世间的种种的这些荣华富贵呢，就是也绝对不会这个随时就是跟着我们的就跟着唯一的这个福德呢，就是跟着我们的。但是有些人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个积累资粮的话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很后悔的就为护冷救火，然我未曾修为护冷救火，然我未曾修这个吉田论师也是这样讲的。在临死的时候呢，唯有的这个福德三个呢，就是可以呢，就是从轮回的深渊里面就是救护我的。可是呢，我曾经在人间的时候的确就是忙着这个世间八法，而没有呢很好的这个修持。当你没有修持的话呢，那么你知道就是将来的这个死处是什么我有时候真的自己这个扪心自问的时候虽然这个修了一些法，但是真正呢不像前辈的高僧大德那样这个修行过，所以我死了以后到底就是就是我的去处是什么呀？就经常呢就是有这个疑问在座的各位呢就是肯定会有的。每个人这个想一想，如果你今生当中没有做这个三十的定开的话呢，那真是这个很可惜的就是不知死后归何处，不知死后归何处，此时无三什么此时无三则可怜好像我们这个格言宝藏论里面就是萨迦班智达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根本不知道死了以后呢，我们这些业力深重的人就是自己这个去处不知道就是死了以后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没有这个心智散发的人呢就非常的这个可怜。因此说呢，我们现在都是要知道就是这个活着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修持善法就修持善法呢，也讲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教言。就是古人呢，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的确也是一辈子当中就是活到就是多少年的时候会修到多少年，是这样的。但现在社会上不要说一般的在家人，就比较有名的，有这个有一些就是在修行上是有一些名气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这个修行呢时间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把这个每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现在的要空出一点时间来这个修行这是就是务必要就是做到的。所以我们必须恒时就是不离真知真念。你没有真知真念的话呢，可能就忘了就是虽然有些人呢，就是在佛学院，在上师面前，在这个有些这个听课的时候呢，就是很想这个休息，可是这个人呢，没有真知真念呢，就是一会儿就会这个忘了的就所以呢，我们始终都是要知道，是轮回的一切说事的确是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也没有实在的这个实质的，它的本体都是没有的，始终都是处于一种怎么说就是严厉性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开始督促自己就是监督自己，经常呢就是观察自己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在唯一的这个有理的呢，就是这个修行解脱法
啊，我记得那个《超级暴政论》里面吧，就是精神所思一不完是吧？就是精神所思一不完，此起彼伏，如同碎波纹。就是说，我们这个精神当中的这些事情呢，就是再怎么样做，也是当你死的时候呢，还一般的没有完。就是还没有这个完成的，所以时间的这些措施呢，就是此起彼伏啊，就是真的是这个水的波纹，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所以呢，时时时复，有用当这个精神，精其当修解脱之菩提啊，就是精其当修解脱之菩提。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应该这个反问自己，死的时候呢，就是世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我用没有用。就是应该深深的这个思维观察就观察。如果你觉得是现在我们所作所为就是实践的种种行为呢在死的时候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用的话呢，从今天开始的时候应该要这个改变方向就是要这个希求解脱菩提之法。这是的确从那个解脱的角度来讲是很重要的。但我经常想就不要说我们这个密法当中中观里面的很深的这种这个教义这个无常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的话呢，现在实践很多人呢就恐怕是接受不了的，因为这个太深了，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太深了的话呢，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要结合起来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有一定的困难。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这个观修无常观修无常的时候呢，你要感觉到就是世间的一些说施就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唯一的这个修行才有意义。就像我们学习那个三法宝鬘论和开启修行门派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就是这个处理心就解脱之心的话呢，相当这个强烈的，应该要到这样的时候呢，才这个变成一个真实的这个修行人。否则的话呢，虽然你办了这个皈依证，也发了这个菩萨戒的这种戒本了，但实际上呢，你的这个内心呢，跟这个以前呢就是一模一样的就丝毫也没有改变。那这样的话呢就这并不是真实的这个修行人。本来身心的暂时组合也是无常的，为此不要假合的身体自作为为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我们一一的可以分析在这个世界上呢，人们特别执着的这些法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执着的。首先是从我做起我们每个人的是对自己的四大假合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去执着的。可是呢这个也是实际上是这个假合的，也是各种这个语呢，就是积聚在一起。如果你用中观的推理，或者说用这个上师的窍诀来真正观察自己的时候，我们每天特别探着的，包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整个这个五蕴聚合呢，就是全部是假的借用的。我想起了那个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呢就是在一个破房里面，就是晚上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这个鬼就是一个就是那个鬼呢，就是他带了一具尸体。就是当时那个人呢，就是特别的害怕，就是在那个屋子里面就是一直看着的。那么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女鬼也来了。那个女鬼呢，就是说是这个是我的尸体，就开始他们两个都开始争执。然后前面那个鬼呢，就是说是这是我带来的，就是让他们两个一直争执不息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呢，说呢我们呢实在是这个说不清楚的话，那就是这里不是有个人就是让他来就是这个。辨别，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心里面就那个人就是心里面特别的害怕，他想呢，如果我就是说这个前面的那个鬼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尸体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后面来的这个鬼呢，就是很厉害的，他肯定会吃掉我的。如果我说后面的这个人的后面的那个鬼的话呢，那么就是前者的这个鬼呢，就是也会吃掉我的。那我怎么样？就是他想来想去，但后来呢，就是他就说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没有这个希望了，然后做正事的。他认为呢，是因为前面的这个鬼就是他所带来的，应该是属于他的。这个时候后者的这个鬼就是特别的这个生气，爆发雷霆，就是马上把他的四肢呢，就是全部这个吃掉了。就好像这个公案我讲过吧，他吃掉了，讲过没有？
讲过是吧？他就吃掉了，就是吃掉了以后呢，就是他特别的这种痛苦啊，就死也没有死，然后这个贵就吃掉以后就走了。然后前面的这个贵呢，就是他说你不要伤心，我想办法，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刚才那个尸体的四肢啊，就是贴在那个人的身体上啊，就刚才不是尸体是还是有那个四肢的，然后呢，结果呢，就是他还是能走路啊，就各方面都还是跟这个以前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心里呢一直不舒服，就是这毕竟是不是我的，后来呢，就是他到这个就中比丘那里，就是中比丘那里呢，他想就是，如果我说我有的话，那就是也是我的四肢全部是这个别人的；我没有的话，那我现在还是身体是这个比较完整无缺的。到底我在怎么样这个说啊？然后呢，就是中比丘那里就是就把自己的这个事情讲了。然后中比丘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身体也好，这个无影也好，就是本来的是这样的，这个假合组成的，就是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我。当他的这个话音刚落呢，就是那个人呢，就是也是根基比较不错的，就是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真的如果详细观察的话，那就是跟这个别人的，就像这个石头里面的这个尸体啊，它的这个触角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这个深的执着啊，就认为是这个我的，认为是我的，因此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智慧来观察，也是自己认为是自己的无因，也是不是自己的啊，就是所行的道路，就是他这里也讲了。还有呢，我们平时这个行住坐卧啊，就是所作所为呢，就是全部要这个观想无常和无这个意义所行的道路也是无常的啊，就一居住一途走都要这个如你的这个如理如法。般若思僧当中也是这样讲这个。唯看一目足行足心不乱，行住坐居正者，什么这个色恶魔虚，无心乱吧，就是好像现在我们这个翻译的那个里面呢稍微有点不同，这个是很早以前翻译的，但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就经过一些道路的时候呢，你要想。就我在这个道路上这个行走，但是实际上我的身体也无常，我的脚也无常的，不一定就是以后呢就是在这个路过这里的。然后你想那个你所踩的这些道路的话，那就是它也是从细微的角度来讲，擦啦无常的，而从这个粗大的角度来讲，它也是被这个各种的这个灾害啊，就是会坏的。说我们经过这个高速路也好，经过这个什么这个轨道也好，还是任何一个这种路啊，就应该就是始终都有这种就这个道路是无常的，有这个感觉。而且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始终有一种般若思诵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就是不奔跑啊，就有一种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性质就始终观想无常呢，其实是社会上社会上的做法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一个亲戚呢，就病的就是特别厉害，就是可以说瘦骨嶙峋，就是非常可怜。那个时候呢，就他要告别的时候，可能那个人会说不一定见得到，就是如果见不到我们什么什么。其实我们真正关系无常的人呢，两个朋友虽然身体很健康，但是你要离别的时候呢，也应该以这种态度以后我们不一定见得到，如果见不到，极乐世界再见，就是应该用一种真实的这种无常这个观嘛，就这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呢，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哪有这样这么不需要就说这些不吉祥的这个话，就很多人都可能这样想的，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的确也是我们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就是非常这个微妙的这种缘起就缘起。然后他这里讲身具的这个出说呢是无常的，应当将它观想为这个净土我们所居住的这些金堂也好，大地也好，还有任何地方呢，要观为这个清净的。就像这个居基梵天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舍利子辩论就是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是我的这插图就全部都是本来的是这样清净的，我们要应该观清净相不能呢就这个地方是很脏乱差，什么这个
就很多修行不好的人呢，就是看到这个世界也就是非常的这种肮脏不堪啊，就肮脏不堪。然后所接触到的人也是全部是要么是魔鬼，就是或者是恶鬼，就是或者是出恶的这个军队啊，就是以这样来看待的话呢，就是的确也自己的这个修行是有损害的啊，就有损害的，就这是自己的这个出手。饮食书用事无常，应当相用禅定之美事啊，就禅定之美事。那么我们平时这个饮食书用呢，就如果自己有一些修行境界的话呢，就是用这个禅定来这个相用啊。就以前弥勒日巴尊者面前来很多空心木，然后呢就是供养这个饮食啊，就说是这个为了积累资粮，就是请这个尊者呢就是欢喜这个戒了。后来弥勒日巴说呢，就是说我世间的这个衣服呢就是不用这个戒束，世间的饮食也是不用戒束，我就完全是依靠一种禅定的美食来就是这个生活啊。就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境界呢，就是当然是这个最好不过的。没有这样的境界呢，比较清净的啊。我以前一直强调，就是这个我们吃3顿饭的话，那就是不要就是每一顿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早上呢就是吃一个青蛙，中午呢就是吃一个这个都市，就是晚上就是吃一只鸡啊，就是那现在世界上真的不是1只2只，就是这个无数的就尤其是在海边那个过生活的这些人呢，就不如早一点离开，就是时间好一点，就是每天都是杀害那么多众生啊，就是跟这个屠夫只是杀，就是其实我们有些人是比屠夫还这个厉害的啊，就是屠夫一般世界上是最下降的人呢，就认为这是屠夫的。其实我们有些人是比这个真的是这个恶鬼啊，就是跟魔鬼跟这个还厉害的。因此呢，就这种生活呢，就是没有这个意义的，应该就是过这种清净的。就是要么是一些这个供养3宝或者我们这里很多修行人就是过午不食就你过午不食的话呢，肯定是对3宝有这个敬仰自信，不然的话呢就是不会的就所以说呢就是以这样的这种清净心来就是这个过着清净的这个生活。这也是指无常这个修法之一，还有呢，就是这个倘我睡眠是无常的，应当将明乱修成光明这个境界就是这个晚上这个睡眠呢，也是其实是这个无常的。如果我们就是一般的一种这个贪心嗔心这样的状态当中这个睡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即使你做梦也是就是一种迷乱的这个状态当中，那应该有一些密法的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境界的话呢，处于一种这个光明的境界如果这种光明的境界也没有修成呢，要这个观想这个佛陀诸位都是全部是这个光圈就是以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可以安睡就是可以这个安睡。富有的财宝就富有的珍宝是无常的，应当依靠生者器财。当我们这个拥有的这些就富贵人呢，就是他富有的这些财富财宝其实呢人们都特别去这个执着，但是它也是无常的，应该是拥有这个生者这个器财。生者的话呢，就是他会积累这种这个财富也就是说呢什么这个信心智慧资产有愧还有这个刺激布施等等，就是这些生者的这个财产实际上人们呢就是对这个有漏的财产就是极为这个重视的就所以应该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来一些台湾的那个居士就是去一个寺院里面开光，就是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老乡有一个老乡呢，我也以前这个认识他，就是他把这个整个身体就是装饰的特别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全部是金戒指就然后这个脖子上也是有很多那个金子的怎么说就一块一块的那种还有他整个身体都特别的然后那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人就是有点就这样做就是浪费，就是如果真的大办的话，那在国际上不会有这样的。听说跟他说了很多背后就是当面的可能没有说所以我们有些这个财宝的话呢，就是
水平不太高的人呢，就是认为是世间的，比如说这个好的衣服啊、好的轿车啊、房屋啊，这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是成功的一个标志。然后修行比较好的、境界比较高的那些人的话呢，把这些就是当做就是一般的这个废墟一样的，就是他在眼里呢，就是根本不当做一件事情。谁去做就是清净的戒律啊，就清净的戒律，然后有这个清净的信心啊，自惭有愧啊，这些都是圣者的这个财富啊。这种财富呢，是这个广为赞叹的。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呢，不随顺这个世间的话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主要有些修行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呢，会这个重视圣者的这种器材啊，就圣者的器材。那么秦鹏就秦鹏经营事务场的应当起身进出激发处理。我们亲朋好友啊、邻居啊、部落啊、这个城市啊，这些都是无常的，就是整天的随顺他们也没有什么这个用的。应该呢，就是自己就远离这些都市老师，而这个前往清净的这种这个寂静处啊，在寺院里面呢，就或者是一些闭关处啊，就然后呢就是精进这个修持。到了那些精进的地方呢，就自然而然就是升起了这种处理性。就那个时候呢，就你会就是珍惜这个世间了，而且其实珍惜世间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珍惜世间，没有好好的这个休息的话呢，以后就是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光阴是这个有限的以前那个就明代的吧，就是以远禅师就他说过，他说西方各国早辉煌，人民无常这个呼吸间。就是人民无常这个呼吸间呢，有限光阴当爱惜精神错过就精神错过呢，所以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光阴呢确实是这个很珍贵的，很珍贵的。有智慧的人们呢，就是应该就是爱惜它就爱惜它。当我们如果这个失去了就当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难得已经失去了以后呢，会不会有这样的这种机会就确实是没有的。我们现在人生过了以后的话，以后就转生什么样的这个众生，就是很难说的，就很难说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处理性就处理性，一直觉得是我这个人生太难得了。其实刚刚有一些出家的人，刚刚有一些红尘里面出来的人呢，就是有这种这个处理性，但是这个处理性呢，就是要长期的要稳固下去，不然的话，刚开始来的那种处理呢，也不一定是非常这个可靠的就非常可靠的。名誉地位也是无常的，应当恒常，甚具地位。我们的名声地位就这些也是详细观察是无常的。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自己的是不希求这些名声，不要这个希求很多的这个地位就是在单位里面，现在实际上活得很累的，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这种名声的话呢，一直是这个就竞争，就是也很累的。应该自己呢，如果对众生有益利的话呢，就有一些名声也是可以的。如果对众生没有这个利益的话呢，那么就像以前的嘎登派的高僧大德一样，虽然内在有这个不可估量的功德，但是外在呢就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修行人呢，就是这个发心就是做善事就发心做善事。言谈话语是无常的，应当呢就是督促自己念祖诵经我们平时的说一些这个无稽之谈呢，就是没有这个意义的。应该有时间的话呢，督促自己念这个咒语诵经这很重要的。记得那个乔觉宝总论里面什么就是端出六种这个大错误的这个心就其中有什么就是亲朋好友呢就是很热情的，而对这个上师道友呢不热情是一个大的错误的。然后呢口口声声说一些这个无聊的话，但是平时不念诵不念咒语这也是一种这个大的这个错误然后真正的这个法呢就是不学，而反而希求这些世间八法的话呢，这也是个大错误，就诸如此类的讲了很多的这个错误。我们现在很多人让他一年咒语念化成大师1万遍的话呢，觉得好长念了1个小时头都开始离开了。
好累啊，就是好累啊，让他就是讲一些这个是是非非的，就尤其是讲别人的过失的话呢，可能3、4个小时的事还觉得短了啊，就是有些的熬夜的是开始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怎么，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烦恼的确也是比较这个慎重的，就是自己也应该可以这个观察。当我们做三省的时候，就像爬山一样的，很累的，就是一直在算时间。那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刻这个半个小时的刻半个小时的图啊，或者念1个小时的经的时候呢，就是累的不行的。如果时间的一些事情呢，让我们做的话，恐怕都是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所以说，我们心慈善法上面呢，一定要有毅力啊，就一定要精进。就因为这个身体啊，就是造恶业方面你有那么能力，就是你有那么这个勇敢，为什么是不让这个心慈善法的，就自己惩罚自己的身体，应该来这样做啊？就下面就是讲那个，行行处理也是无常的，应当为试验而得以稳固而进行。我们的这个信心呢，处理心呢，虽然暂时可能依靠种种因缘呢，就是特别有信心，特别有这个处理心，我以后再也不回家了，我再也不踏入这个红尘了，就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不然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可能那个就是心性也是这个消散，烟消云散了，然后处理心也是已经这个无踪无影了，在那个时候呢，原来自己说大话也是自己都不好意思，就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了兼顾自己的处理心和信心呢，要经常祈祷33宝，再加上要有一个坚定的这个誓言来这个设置，人要这个稳固，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长期就延续下去啊，就这种信心可以的。想法分别啊，就想法妄念统统是无常的，应当具备3项的人格。我们有时候啊，就是尤其是一些学术界的人呢，或者是喜欢观察的一些熏食者的话呢，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就增加分别念的这种思维能力是特别强的，就有这样的。但是这个也是无常的，我们最需要的调伏自己的心的这种现善的人格啊，就具有菩提心的，具有慈悲心的，这样的善格是很重要的。或者呢，就能所会到的，就是口才也是很好的，说的也特别多的，想象的也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对众生自己有没有你很难说的，这些都是无常的。就是这个最需要的呢，就是我们心里的这种善法呢，就是在阿赖耶上面种下真正的这个有意义的这个种子啊，就有意义的这个种子。那么先念啊，就是言想正悟是无常的，无必要到这个发尽境地。我们有时候在修行过程当中，可能晚上啊，就是做一些好的梦，白天也是现种种的这个景象啊。有时候呢就好像看到光啊，看到这个什么这个僧尊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言想和这个暂时的真悟相呢，就是会有的。但是这些都是不稳固的啊，就是这些都是不稳固的，所以你不要太高兴了当你这个烦恼生起来的时候，自己的不发觉得到，稍微有一点感觉有一点紧急的时候呢，就开始给到处打电话，我证悟了，我开悟了，我看到什么东西啊？其实看不是很重要的，心里面转变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真正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的这些道理啊，就反反复复心里面就是已经这个观修之后呢，就是升起来了以后呢，就是修行就有了这个基础了啊，就有了基础了。如果这个没有基础，表面上的一些言想呢，以前好像开启修行名分里面是叫什么，就是公布什么那个上师啊，就是说他说如果这个无常法呢，就是没有这个修好的话呢，那密集金刚也不是很深的。如果无常法修得很好的话呢，就很简单的这个三皈依的法门呢，也是很深奥的啊，的确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那就是表面上可能看名典也好，就是上师们也是给你传最高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上师心地也好，就是最高的这些法。但是呢，你里面也许能见得到一些，但因为我们基础没有打好，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就冰上建筑就最终呢，因为你没有无常观好，就是后来我们的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个杂乱，现实的这种杂乱呢，让你的这种境界全部都会
就是夺取了啊，就不会这个长久的。因此，真正要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打稳过去。这是我们这次也是一而再再而这个三的强调，就强调以后呢，希望你们也是应该这个记住，我们也并不是特别吝啬啊，就是传一个秘法的话呢，就这都不是那么困难的啊，尤其是我们就是这个上师心地里面就是一个引导文就是拉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一个礼拜当中、一个月当中，全部我可以讲完，就表面上我也是讲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会讲，但是呢，你没有打好基础啊，没有这个修完驾行的话呢，很多境界是的确也是不稳果的啊，不一定在上师面前得到，即使得到的话呢，就是不稳果。所以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就是把这些这个四驾行的这个基础要打好，然后在上面呢五驾行的基础打好，再是这个修一些深深的法要呢，就是对你的这种言想啊、正悟呢，就是可以这个出现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刚开始修正的时候，有些人的这种风门明点的这个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不同啊，就风门明点的不同呢，就是它可以显现一些这个相，就是言相，但是这些言相呢是这个到位的言相，果位的言相呢已经到了大圆满四部境界发心境地啊，在发心境地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但是这个呢对一般的凡夫人来讲是很难就是出现的啊，很难出现的。那么到了这个发心境地那个时候呢，已经就是了脱了生死，生死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有自在操纵生死的把握，容得无死的这种见地，就像是这个雄鹰呢就翱翔在虚空中一样，死亡到来也是无有畏惧的。从此之后呢，就是不需要这个修持啊。这是禅宗当中也讲了前一段时间我听了那个乃果禅师就他的一些那个开示，他就一直呢就说是我们这个光是念佛啊，光是那个诵经呢，就是不能就是断除这个轮回的根本，不能了脱生死。真正要了脱生死的话呢，念佛是谁？就是通过禅宗的这种这个禅化图来就是认识这个心的这个本性呢就一直这个强调这样的这个道理。就一直强调这样的。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讲到的是一样的，就是到发心境地认识了这个心的本性，在那个时候的话呢，真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像那个就弥勒日巴尊者啊，或者说是像无光尊者，无数无边的这些成名者大德高僧大德的话呢，就像是那个这个雄鹰呢就翱翔这个虚空一样的，就是接连不断的这些成名者呢，不舍身体而前往这个清净这个刹土的前往清净刹土的。那么那个时候呢，生死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书中，就根本呢就是不会害怕的。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特别害怕这个生死的，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呢，就根本就是不会这个害怕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凡夫人轮回是那么可怕的，就是为什么是不害怕？肯定会害怕的。就是像那个升天论是吧？就是应该中观400论里面也说了，于此大苦海毕竟无边际就于此大苦海毕竟无边界。什么这个于诸层次中云何不生畏？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生死的这个大轮回的苦海就是那样的这个广大就是无垠无边的。那么作为有智慧的人来讲呢，就是怎么不害怕？尤其是凡夫愚众沉溺在这样的苦海当中，你难道不怕呢？如果不怕的话呢，那可能你就没有这个心扉了，就是可以这么讲的。因此在这里也是引用了一个弥勒日巴尊者的教言，就是诚如弥勒日巴尊者说我处为是富山中速速观修四无定，疑惑无事本见地，此时远离四为居弥勒日巴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呢，造了很多的这个业就特别的这个害怕，就是死亡出现，因为没有来得及忏悔之前如果这个死了的话呢，一定会是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就是特别害怕的。后来呢，就是依着这个寂静的地方，然后呢，就是依着马尔巴罗扎等这个高僧大德就结束了这个窍诀，而且这个窍诀里面的这个宿命无常呢，在的这个传行和修行以后呢，最后就是自己已经就是获得了这种无死的这个见地，无死的这个过位就是那个时候呢对这个死的害怕就是绝对是没有的
我想我们很多道友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从城市里面也好，或者说不学佛的这个境遇当中呢，就是来害怕这个死亡，就开始就是进入这个佛门。就进入佛门，进入佛门以后呢，专心致志的这个修学，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自己有一点把握，虽然不敢说是马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高僧大德那样这个成就，但是自己呢，我如果没有学佛呢，可能不断的在造业就不断的造业。现在呢，就是一方面就不会造那么可怕的这个业，再加上呢，我终身也是基本上是过一个清净的生活，学习佛法，那死的时候也是应该有一定的这个把握，就是不会畏惧的就不会畏惧的。所以呢，我有时候像我们这个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居士团体当中，也是大多数都是的确这个自己的命运呢，自己的生活呢，就完全已经这个改变了，就是很好的就一定要作为修行人有一些这个改变，不管是世人对你这个有好的看法也好，不好的看法要有改变那么自己的这个所行持呢，尽力而为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人，有时候就很多人跟我讲我业力深重，修行不好其实也觉得可以。如果你在世界上就是这个跟以前的这个生活一模一样的话，天天的可能造业的。那现在呢，就是跟以前的这个生活还是有这个变化的。虽然每天修行不是很好，但造业不是那么严重。应该从两方面来可以这个观察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学佛，如果你没有就是抛弃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呢，现在也是你可能每时每刻都是连你造业的可能不知道有些人天天这个吃海鲜吃货的那个鱼就是天天的是这个吃就是牙齿是比较白的，但是呢里面的这个鲜血是红的，就是在牙齿间呢。可是你自己的是还不发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恐怖分子就不会发觉的。但现在就是通过这个佛教的这个慈悲就是有一个人给我写信，就是然后说一个大的这个纸张上面说，我学习如心论，就是像千言万语说不完，就是只说全部是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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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了很多感恩。对我倒没有什么感恩的，但是这个如心论那样的这个真正有这个大乘这个佛教内容的这些智慧呢，就是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感恩之心就应该改变了就是自己的这种命运。就这并不是用这个财富或者是用地位来这个可以这个衡量的就可以这个衡量的。因此呢就像弥勒日巴一样，就是一定要就是得到就是这种无常的这个就是怎么说无来无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见地其实这是通过这个无常法呢，就是可以获得这个寂灭法的。记得以前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呢，就是涅槃经里面，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变成一位婆罗门就是在这个雪山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天人呢，就是为了观察他的这个道行就是观察就是他的这个道行，就是来到他面前，然后呢就是跟他就是宣说了就是诸行无常，十生灭法。先做了2句，然后呢，他觉得这是这个一切这个道法的这个功德的这种这个净化就是一定要就是求到这个后面的法。但是那个人呢他就不传了，后面的这个法呢就是如果你要求得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鲜血给我供养。后来这个婆罗门呢就是已经答应了鲜血就是供养完了以后呢，后面的这个接送生灭灭寂灭为乐就生灭灭寂灭为乐。那么得到这个法之后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婆罗门就是非常的这个欢喜就非常的这个欢喜。但后来呢就是这个天人也是这个显示自己的这个身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世尊光传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本师传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宋词就应该说一切这个诸法的这个根本就是当时这个婆罗门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偈颂呢，就是到处的这个写着。他像是我已经获得了就是从中的这个法力。那么像我这样的有缘众生的话呢，在别的地方的话呢，也会可以得到的。所以他在这个路口也好，墙壁上也好，到处都是写这个这个偈颂就所以呢我们这个很多道友就是在桌子上一直写至于，那么至于的是不用吧，就是应该写诸行无常，十生灭法。下面就是说，我等大波瓦仁波切
他也是顷刻交绝。我们这样说的，开始的时候害怕这个生死所罪，无比像如此逃出笼子一样，这个义无反顾。中间的时候，无比像农夫，辛勤耕耘天地一样，就是要做到这个死而无憾啊。到了最后呢，要像大功告成的人一样，做到这个心安理得。他这里就讲的这个3个层次啊。修无常的时候，刚开始呢，就是野人呢，就是把这个耶稣装在这个笼子里面，最后那个就是逃出来的话呢，他会这个义无反顾的跑。当我们这个心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无常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管了就是学佛出家，就这些呢，就别人怎么样劝，怎么样说也是，没办法，就劝不住就义无反顾的，再也不会了。不管来多少人，这个母亲这个昏倒也好，父亲那个空后也好，就是家里面发生什么的我都不管了。就这是刚开始的出离心，只是很多人都有。就刚开始，如果你到了寂静的地方或者是到了寺院里面呢，就是想出家或者只是学佛就这是很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出离心的话，他在这个世间的这种缩死当中就不会出来的。就这是第一个阶段的。然后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农民呢，就是这个耕耘天地一样的，就是对这个死亡无常法也好，上师所这样的法呢，就勤勤恳恳的，就是要这个学，一直学，最后呢，就是自己都没有后悔了就学了就是10几年了，或者这个好多年以后的话，还可以我现在已经就有把握了就肯定不会堕入恶趣的。你看我每天念了那么多咒语，修了那么好的这个假心，然后我现在听了那么多法已经可以了，没问题了，就什么时候登着寺就可以了，就应该有一种这个把握，就这是这个中间的时候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就像就心安理得就因为一切这个事情都是已经成功，就像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什么这个五台山的欢喜歌里面，就是什么快乐之歌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死也快乐，活也快乐，就是一切都快乐，就是这样的。比如咱呢当时那个也是到这个曹尔荣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这个满足快乐之歌，就是里面也是讲了很多这个因为修行成就了的这些人呢，就是心里确实很这个快乐的。我看到有一本书，我就是快乐的人，但是看到里面的就很多就是好像实践的一个快乐，就不是修行上的快乐，就是因为实践的一个人写的，我就是最快乐的。但有时候就修行当中真的有一些把握，就是真实把握的那种这个境界呢，是最快乐的就是也可以这样说，是最初的时候无必要像这个剑就是中刃的要害一样，就认识到无有空闲。中间的阶段呢，就是要死了肚子的母亲一样专心致志的修学，到了最后呢，就是像了达无所所着就像这个如地干足什么这个牧童牛一样的，就是他这样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剑就是如果中到这个人的要害的话呢，就是什么其他的这个兴趣就其他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再重要也是全部会放弃的就知道有些人受伤了的话呢，他就马上就是想办法，就是把这个就是救好就到医院里面去抢救，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想法一样的。当我们刚开始升起无常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修法就除了修法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什么东西都是不可能就是阻拦你，就是要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呢，就像一个母亲呢就他有一个儿子，儿子死了的话呢，他日日夜夜的是想着，一直哭着，一直想着这个他的儿子，其他什么兴趣和什么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这个空间去做的就没有想法的。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专心致志的修无常法，或者是修假心，修你所修的法，这是中间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个时候就是无所无心的，就好像一种就是一种能然，就是一种是明然的一种状态当中
啊，就这种状态呢，就是其他的比喻没办法说明的。就像一个牧童啊，就是他的这种牛呢，就是全部都是被这个原地呢就是赶走了的话，那就是一种很能然的这种状态当中啊，就他不是说错了，就是那真我呢，就是并不是那样的上性，就是他可能带有一种这个上性，在这里并不是说是真我呢，就是好像我们一些人的钱包丢了一样的，就是特别上性呢，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没办法，牛全部被赶走了，就已经没办法呢，就是一种这个不可言说的一种状态当中一样。到了最后，你修的无常最好的，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无所可做的，就是以一种这样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就是要做到这样的啊，在未升起如是境界之前，务必要这个唯一的修啊，这个死亡无常。啊，就为什么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也是一直这个修死亡无常的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你没有到这个境界之前，一直修这个无常也是是可以的啊，就是修这个无常也可以的。以前应该普通话歌戏吧，他说是这个成百年次成在住空国。这个万不年次就是在这个夜空国啊，就普通话歌戏是这样说的。他说是早晨呢，如果没有这个意念呢，死亡无常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整个白天呢，整个白天都会这个空过去的。如果这个晚上呢，就是没有念这个意念死亡无常的话呢，那么整个这个这个夜间呢就是这个夜晚呢，就是全部都被这个空过的。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当中呢，如果无常啊，就是念的最好，就是想的最好的话呢，每天都是会督促自己。以前讲这些也是说过，早上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想无常的话呢，就是中午就是被这个今世的这种杂念呢，就是会这个左右的。如果中午没有这个观想死亡无常的话呢，到了晚上啊，就是以今世的杂念呢，就是会这个就是让我们就是控制住的。因此一个人呢，就是一天都是全部用佛法或者是一个修行的状态当中要度过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观修这个无常啊，就是观修无常。所以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这个总结。我看很多汉地的那个课诵经里面也是什么这个时日已过，民以岁渐呢就时日已过，民以岁什么这个如少岁月，似有。什么似有何乐是吧？就是其实要终结这个一天呢就今天的已经过了，就是明天的这种时间的话呢，随着就岁月的流逝，就是没有这个增减的。就像那个这个鱼就是这个水越来越这个少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希望这个活着一样的。我们这个人住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是这同样的这个道理，应该通过很多的这个教言呢。就这种这个公案来这个观修无常，但我想无常呢，就很多人的心里面应该可以生起来的，就这不是很困难的，但要长期就是修行。师尊曾经也是这个金科语言中这样这个展品观修无常，多修无常以供诸佛，多修无常呢得佛安慰。就是修无常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供品的话也可以的，就是那个它是最上等的这个供佛的。如果多修无常的话，那就是佛陀始终都是会对我们的这个得安慰。我们在轮回当中很害怕，就是很想哭很伤心但是我修无常呢，就是佛陀就是用这个各种方式来就是对你这个加持和安慰。多修无常得佛疏解，多修无常得佛加持就佛也是会加持的，佛也是对你这个将来就获得成就疏解的。诸众计众相继为罪，诸佛教之内所有修行观修无常，堪为治罪。佛在《涅槃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一切众生呢就是一切众生计中呢，就是相就是相继，相继是大相，就是相继呢就是最上的。那么是无常相呢就是也复如此就是应该是《大涅槃经》里面就是这样讲的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教引里面呢，就是这个大相的这个教引，就有些这个上师呢就介绍为是这个圆形的，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动物不同的，非常庄严的。有些呢说是
是这个大象呢就是很有智慧的，就是它到哪里去的时候呢，就跟着它的这个教引器呢，就是不会有任何危险，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解释方法。凡是呢一切相当中啊，就一切这个观修当中呢，无常是最殊胜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亲口说的。所以我们平时想的特别的，有些跟我讲，哎呦，我怎么办呢？我分别念很重，我老是这个安住不下来，一直想这个想那个，我看到底我要想什么呀？就你应该就是想无常啊，就是山也是无常的，河也是无常的，我也是无常的，你也是无常的啊，就你也是死，我也是死，就除了这个以外，我没有别的教言，就是所以别人跟你求教言的时候，你也说你也是，我也是。为什么印光大师呢？就是他那个佛堂里面呢，就是天天的寺，就是在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后面，就是有个大大的这个四字啊，就是就这个是标志住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就的确这个死亡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可以说这个修持这个无常啊，就是修持这个无常。修持这个无常，然后《毗拉耶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对我眷属中如妙品般的舍利子、目犍连等，百名比丘共在共舞，不如刹那念于为法，无常更深。这个教证很重要啊，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说我的这个眷属当中呢，如这个妙品一般，就精品一般。精品的话呢，内外都是很值钱的。那么这样一般的就是像那个舍利子和目犍连，舍利子和目犍连，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戒律也是清净的，修行神通智慧也是最高的。那么所有的这个弟子当中是最殊胜的。像舍利子和目犍连当时的是像他那样子是很少的，像他们那样就是100个这个比丘面前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饮食也供养，还有这个衣服啊、财物也是供养。那我们绝对是可能功德很大的，不要说舍利子一样的。一般现在有些请什么这个100位这个比丘啊、100位法师啊，就认为自己这个功在就功德很大，就功德很大。其实如果你能这个观修一刹那的无常啊。一刹那的无常是很容易的的确，我们在这里观修无常，希望各位呢要这个经常这个观修，这不仅是一种这个修行的基础，而且这个功德是特别大的。我想一刹那间呢就你的分别念再这么厉害也是可以的就这个一刹那间就是1秒钟、1分钟就你就想，就基本上你通过观察的方式来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会死啊？在整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不死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通过这个伦理来观察也可以，或者用窍诀来观修也可以，一切都是无常的。你这样心里面想，就是好好的这个思维那这个很容易的。但如果你每天都是能这样这个做的话呢，那么就是会就是修行就是境界是很圆满的。所以以前的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每一次的这个修行之前呢，就是他要观一个无常法就是有些上师呢，就是每一个修行之前呢，观一个上师瑜伽。其实这些窍诀都是很深的我今年呢就是觉得是就是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可能汉地就是很多的这个道友连基本的这个法都不懂，哪些是最深的，哪些是最浅的，不太懂的。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大家呢讲是讲的，修是你们的这个事情，就是释迦牟尼佛也说是我这个解脱呢，就是就已经开始给你们，然后就解脱依赖于自己，你修不修是你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只有这个办法，就没办法，别的就没办法，不可能一个一个的是就是这个胸口上抓着你修不修到底就我也不可能的一个个的就是这样去这个说但是我想有心的人呢，因为大家都是讲道理的，这个佛教的这种道理呢，就是跟其他道理不相同的，就是让人很容易接受的，有智慧的人也可以接受的，没有智慧的人也可以接受。就像我们谦信里面的有智慧的这个大学生也好，博士生也好，你有信心，当然没有信心的人可能是就无所谓的。有信心的话呢，谁都觉得是这个有道理的就有信心的这个前提以后呢有道理的。而没有这个智慧的，从来没有读过书的文盲的话呢万法无常时他也觉得是挺有道理的，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佛法的这种修行呢，的确是就是经常要惦记自己。以前那个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无形书他无形书呢，
他是这个才华很不错的，而且呢，就是很有智慧的。但是他也这个是一个官儿，就是官儿比较大的。然后他平时呢，就是也通过一种这个方式来这个修这个无常的。是实践人也是他有这样的这个修法。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就做了一个就是那个这个棺木啊，就是棺材，就然后就晚上呢，就是自己这睡在里面，他一边呢就是睡在里面，一边呢就是要求这个仆人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要求他喊呢，就是无尽数啊，就是归去来就是无尽数归去来，让什么35万不可住，什么这个西方净土有年台，西方净土有年台，什么归去来，就一边就让他唱，一边呢，就敲那个棺材，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早上这个起来，就棺材里面起来，就是开始这个念佛啊，就后来听说这个念佛当中这个往生的这个这种这个瑞相就是非常这个不错的，所以我们道友们呢，就是应该自己就是在家里面修一个棺材，就是就是修棺材，我们世间人觉得这是很不吉祥的，其实没有什么的。以前布多瓦格西跟那个本宫杰格西啊，就是他就送了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他送的一个铺路啊，就铺路，当时那个布多瓦呢，就是他送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我的好朋友本宫家，我今天给你最珍贵的这个礼物送给你，然后你呢以后死的时候把这个尸体呢，就是可以搁在里面，就是所以我今天铺路给你。我们可能世界人的话呢，就是很不高兴，比如说生日礼物啊，或者是你过年呢，就是什么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应该说是让你长久住世啊，生日快乐，就应该给他一个送最好的东西，不可能说是你的尸体就可以搁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修无常呢，就是还是应该以这个嘎登派的这种这个修行方式来这个修持就以后的应该怎么说就是通过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教言来，就是经常这个关系不管你口头上说也好，没有说也好，反正我们就要面对，每个人都是对吧？当你要真实面对的时候呢，你都不会怕的。否则的话呢，就是从来没有听过圣老师品的教言的人呢，就像世间人一样，就是特别可怜。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ani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jubun zonen droa dro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 bandangara badna asadorda